嘿，兄弟你好，你有没有过这种很无奈的感觉哦？就是每次都听人家说，你要多认识人啊，要多出去交朋友啊，你才有机会交到女朋友啊。当然啦，就是你可能也知道这一个道理，可是你就会问哦，就是那要去哪里认识呢？然后可能多数人给你的那个答案可能就多出去走走啊。妈的，这根本就废话嘛！到底要去哪里才有机会认识到那种年轻漂亮的女生，对不对？总不可能就是每个周末，然后毫无目的的或者毫无规划的去每一个商场去逛吧。OK， 所以今天这一支影片就是可能专门为你而设的。如果你是那一种就是周休2日的那种大龄男生，工作很忙的那种，比如什么 IT 男啊、工程师啊这种。平时忙得不可开交，然后社交圈又很小，然后不知道要怎么样认识到女生的话 ，OK， 我会教你一个方法，怎么样在一个周末内认识5到10个陌生但是可以发展成情侣的那种年轻女生，让你享受里奥纳多的快乐。Hello， 你好，我是你的爱情导师 Yuri。如果你有我刚刚讲的那些困扰的话，那今天这个影片是你一定要看到最后的。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一个 IT 男，也是那种日复一日上下班，然后周末窝在家里打游戏、追动漫，然后同时呢又在抱怨，怎么都认识不到女生的那一种男人，是不是影射到你了呢？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我并没有去到对的地方。不过当然啦，太宅当然也是原因之一。而且我在之前的影片里面我就有讲过，就是女生她们对我们绝对无法主动的那一些原因。OK， 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所以我只可以讲，作为男人的我们是永远不能期待女生主动跑来找我们的。你不能期待那一种就是女生会突然走进你的生命里，然后跟你说，帅哥，可不可以认识一下？这种情况它不是诈骗，它就是间谍。所以你必须就是要去那种女生会出现的地方，然后让自己看起来就是像一个比较有趣的人，而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大龄大叔。OK， 当你做到这一点OK， 接下来我就会教你怎么样去做到。OK，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重点。OK， 首先第一个点就是你要选对女生会出没的那种场合或者活动场所。你看很多时候男生以为就是认识女生就是一定要去夜店啦，要去酒吧啦那些，然后结果去了一次，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根本没有人理你，或者就是你花了很多钱请了女生喝酒，然后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你灰溜溜回家，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夜店酒吧这种地方呢，可以说其实是游戏难度最高的地方。没有足够恋爱经验的新手如果去这种地方的话，就只会就是花了钱过后什么东西都得不到。然后当然可能有些人会选择相亲联谊这种之类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更加不用讲了。那里的情况就是女生普遍年纪都比较大了，当然嘛，年轻的女生怎么会来呢？然后这种女生呢，她们很爱跟你提条件，而且还很拽，你根本就是花钱去买心酸了。那么要什么地方才对，什么地方才适合呢？其实坦白讲，就是你要去的是那些年轻女生也喜欢去，而且就是没有太多男生会去的那种地方。OK， 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宠物咖啡厅啦。OK，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我也很喜欢去。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女生其实都很喜欢狗狗猫猫嘛，所以他们会很喜欢去跟这些狗狗猫猫一起玩。可是男生就比较少去了，因为男生喜欢在家打电动、打游戏。OK， 所以你在这里，如果你去的话，你在这里你就是比较少数，比较是那种所谓珍贵的资源了。OK， 然后第二个你可以选择的地方是溜冰场。OK， 这种地方溜冰场年轻女生也很多，可是来溜冰的我发觉通常多数啦都是一些高中生，或者就是跟女朋友一起来的。
是吧？可能你只要稍微就是打扮的，就是让自己不要看起来就是那么普通、那么难看的话 ，OK， 让自己稍微就是有点魅力 ，OK。其实在这些地方就是你是可以很容易吸引到那些还没有交到男朋友的女生的。就算你不会溜冰也没有关系，你不会溜冰更好，你就直接那里很挫的，然后叫那个漂亮的女生会溜的那个，叫她教你就好。你看，妥的，很合理的互动方式，对不对？OK， 或者就是那种甜点或者烘焙的那种体验课啦，这种体验课女生的比例也是超级高，男生的比例嘛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去过4次，整场只有我跟另外2个男的，在场有50多个人，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比例多到有多么低了。OK， 所以就是你在那里完全没有竞争对手。OK， 所以重点就是你要记得就是你的目标是让自己处在那种有很多女生可是竞争很小的那种环境里面，这样子你才有更大的机会去拿到女生的联系方式，然后成功跟女生有一个长期的来往。OK， 然后第2点你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你要准备一个那种所谓万用的开场白，让女生可以听到你这个开场白就很愿意跟你聊天。OK， 你看很多男生在遇到女生的时候通常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鼓起勇气开口了，然后结果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嗨你好，嗨个屁呀兄弟！各位女生心里一定会想就是又一个嗨的，又一个那么没有创意的，然后你就会发觉女生给你一个很礼貌性的微笑，然后气氛逐渐尴尬。最后呢，你就只能摸摸鼻子走人，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做，不知道要聊什么东西，然后甚至可能就是你可能会害怕，就是被女生用很恶劣的态度对待，对吗？因为可能你这样子做过，然后你这样子经历过。不过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方法就是你要先跟女生对到视线 ，OK， 对到视线之后，然后你跟女生微笑点一个头，之后你再走上去讲出你的开场白。OK， 可是这个时候要注意你的开场白是不能太普通的 ，OK， 因为你这样子会让女生觉得就是这个人好无趣，OK， 可是如果你的开场白稍微有点创意的话，女生就会觉得这个男人好像蛮有趣的OK，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你所要去的那些场所，你要准备一个该场所的万用开场白。OK， 比如假设今天你在那个宠物咖啡厅好了，那么你可能可以讲就是你觉得这里哪一只狗狗最可爱？我觉得那个在门口发呆的那只狗狗，可能那只什么黄金猎犬什么的，那只最可爱，好想把它带回家。OK， 然后假设今天如果你在溜冰场的话，就像我讲的，你可以跟女生讲，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下？然后女生教了过后，你可能可以讲你蛮厉害的你应该溜了很多年了吧 ？OK， 话题就打开了。OK， 然后你在那个什么体验课，那种什么烘焙甜品的体验课，你可能可以讲就是你的蛋糕看起来比我的漂亮很多来，坦白讲，你的段位到底多少了？你看你这样子讲不仅女生她会更加的愿意去回答你，你还会就是让女生觉得就是你是一个懂得聊天，你是一个有趣的人 ，OK， 然后就会让接下来的互动变得轻松自然很多的。第3点，你最不喜欢听，可是我一定要跟你讲的那一点，就是请停止你的自欺欺人。我知道很多男生甚至可能在看影片的你都会讲，可是我工作很忙啊，我哪里有时间去这些地方呢？兄弟，你确定你真的忙到这个地步吗？你真的忙到这种好像在拯救世界的地步吗？还是你只是懒呢？其实坦白讲，你仔细想一下，你真的周末都在工作吗？7天24小时你都在工作吗？除了睡觉，还是就是其实你没工作的时间，你在打游戏，你在追剧，你在睡到中午，你在跟同样的朋友出去喝没有营养的茶，聊没有营养的话题呢？我可以坦白讲，你的情况一定是后者，因为如果你真的那么忙的话，你不会有时间把影片看到这里，对吧？所以就是你明明有时间，那还抱怨自己没有机会认识到女生的话，那么代表就是你需要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方式了。
因为其实只要我们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改变的话，那么情况自然也不会改变，奇迹当然也不会发生。我们总不可能就是整天拿着鱼竿在家里，然后连门都不出，然后我们却一直抱怨我们钓不到鱼吧。所以当然兄弟，要钓鱼，我们当然要到河边去，对不对？我们才能钓到鱼嘛。而且其实你是不需要每天都出门去进行这些活动的，但是至少啦 ，OK， 至少就是周末可能你就选一天出去这些活动，做这些事情 ，OK， 因为真的你只要可能每周选一天，一个周末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就是你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那些事情它会开始发生在你身上的，比如你的女人缘变好。OK， 当然我知道可能这里你会想问就是那么说完开场白过后，我应该要了解什么东西呢 ？OK， 如果你有这个疑虑的话OK，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就是马上点击资讯栏或者置顶留言里面的那个链接，报名我们这一个已经有超过1万多名单身男性参加过的这一个免费脱单策略直播课程。因为在这个直播课程里面我会告诉你3个能够让你跟陌生女生有聊不完的话题，并且让对方在3个星期内对你产生好感的这一个聊天技巧，让你就算你很嘴笨，跟我一样 ，OK， 不会聊天，你也可以成功追到那一个你喜欢的女生。OK， 其实坦白讲这些事情每个男人都是可以做到的，不管你口才好不好，只要你愿意跟着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些方法去做，那些技巧去实践，其实把女生就是从陌生人聊成女朋友这一件事情其实真的就像是煮泡面那么简单而已。然后其实你会单身也不是因为你不够高不够帅你才单身的，其实你真的你现在的情况是跟我以前一模一样的，只是方法错误而已。所以只要你愿意学习，你愿意去改变，你也可以就是追到一个真心爱你的女生的。OK， 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真心爱你的女生，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刻点击底下资讯栏还有置顶留言的那个链接，在我们这个限量200个免费名额抢光之前马上报名我们这一场脱单策略直播课程。OK， 这些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我是你的爱情导师 Yuri，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